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。大家好，我是真茶君普文。现在已经进入了秋天的这个阶段，接下来的日子，普文会更多的为大家讲解一些红茶。已经到了喝红茶的这个时候了。普文所在的坐标是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，这里滇红闻名世界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款滇红成名走向世界的最重要的一个款，相信大家也听说过市场上经常会听到经典58这个名字。大家来看一下普文眼前的这一款就是经典58，用凤庆老品种茶树制作的一款茶。这个茶的级别是1芽2叶的采摘标准来制作的，其实黄芽度来说非常高。普文库存了明前这是明前的经典58，所以一直留在这里，为了让茶友们能感受到明前红茶是什么滋味，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红茶如何去做判别。开汤之前，普文要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条形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条形是直生生的，为什么这款茶是这种条形这其实是一个理条茶。那我们如何来分老品种茶树和新品种茶树呢？凤七比如说这个树种，凤九这个树种，它属于后期栽种的一个树种。这个凤庆的老品种茶树呢，我们又叫它原生树种，就是很久年代开始种植的一些茶树。老品种呢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它的滋味比较重，香气蜜香比较重。好，我们接下去来开汤体验一下这款茶。普文将采用180毫升的盖碗，我们投茶量在6克左右，看准不准？多了。好， 6.07 克。水已经煮开了，稍微凉了一会儿，大概开汤温度是在90度左右。我们来看一下它将产生什么样的汤色，清澈度如何。一般红茶是快进快出，没有用滤网。大家看一下茶汤干净程度非常好，略微有一点碎这是很正常。蜜香，完全的蜜香，这个蜜香相当 OK 3泡之后让大家看液体发酵程度会怎么样，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开汤的过程当中能体会出来。快出汤，这个汤色清澈，非常清澈对面的那个公道杯都能看到，透明的玻璃的公道杯都能看到。好，我们来蜜香很重，明前茶它就有这种非常重的一种蜜香。入口它的甜度很高，老品种的茶气相对来说会比较足一点，甜，色度非常非常低。第一泡汤色非常好，香气汤色让你明显的能喝到明前的那种清爽味。好，我们进入第2泡，在舌面它生津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。别以为红茶没有生津很多人都会认为红茶它是没有生津没有回甘的，其实错了，真正制作好的红茶它都会有，还有略微的一些清凉感。这泡时间稍微长一点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汤色，有个碎茶掉进去汤色是非常清透的，蜜香依旧，没有高火的那种味道。这个茶普文已经存储了6个月，茶气非常非常的足，喝进去有种暖的感觉，甜度非常好，色底很清很清。按原有的标准来说，老品种茶树其实它的色底相对来说要比新品种茶树是要高的。这茶不错，明前经典58还有20件，普文一直放着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焖泡，待会儿汤色的对比，它能变成怎么样？3分钟，用另外的公道杯。在焖泡的过程当中，普文插播一个事情，像这类茶黑条比较多黄条有的这类茶，它不会加色素，还有它不会添加柠檬黄，因为添加柠檬黄之后黑的它都会带有点黄，它就会有染色。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盖碗它会不会染色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像这类茶，尤其是老品种茶，很值得喝，特别推荐大家喝原生种。相信一直跟随我的茶友，他们一直都明白普文做茶有3个前提：以优质生态为第一，以原生种茶树为基础，精益求精的工艺为保障，这才是能成为一个好茶。为什么普文会加上原生种？因为现在的嫁接种太多的是追求产量，只有很多的老品种原生种包括各个地区的土茶，它才会很多不去管了放养，所以生态好的这类茶
非常多，所以普文会去选择这类茶，它符合生态的标准。好，3分钟时间差不多了，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是明显加深哦，3分钟啊，检验一个红茶很重要的一个标准，在你焖泡3分钟之后，闻这个茶汤它有没有酸味，喝这个茶有没有酸味，它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在制作工艺这一环节当中有出现发酵过的一个，首先茶汤它不会清，还有一个焖泡之后它的出酸率和杂味它是非常明显的。我们来闻一下这个茶味，不出酸，但是它的蜜香味跟刚才的那个蜜香味有一些不同。好，我们来喝一下，会不会出苦涩？老品种正常情况下会出略微的一点苦涩，但是它极快的化开。有苦，出苦之后啊，它的汤色更柔了，马上就化开，色底也不出来，不出酸，喝进去不出酸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叶底它的发酵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周边盖碗的周边边上它没有染色，说明这款茶无添加，没有染色，且这类茶绝对不需要加糖，请大家记住，尤其是凤庆的滇红不需要加糖，加糖可以在泡茶的3-4泡之内有一个非常强的落差，这种茶可以泡10泡，欢迎大家体验，好好体验，这就是正宗的凤庆原料，老品种茶树的原料。大家看一下它的发酵，总体来说没有红红绿绿，就是统一的，基本上是一个颜色。明前的经典58为大家评测到这里，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给普文点赞，普文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，真实的原产地，真实的讲解，教大家喝懂茶，喝懂好茶。